我就要跟你分享我的4季读书法是什么。我们现在看一看一个有趣的留言，他是这样说的：有一个刚开始准备的同学，他在赖的群组读书会的群组问了一句话，他说每年7月份考的这个高普考，还有年底考的地方特考，两者有什么差异呢？结果这时候有另外一个人来回答他，很简单啊，如果你喜欢夏天的人，你就去考高普考；你喜欢冬天的人，你就去考地方特考。当下在旁边默默听这2个对话的人就离开了群组。当我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我就想到4季读书法这个概念。简单跟你介绍一下4季读书法这个概念是哪里来的。有一位傅老师在2009年出的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不同季节的读书方法》，它里面大概就在讲到说我们人的各个阶段所读的书是有所不同的，有青年期、中年期、老年期等等。那这个概念呢，一直到2012年的时候，上榜的榜首的教育行政的考生，他在网络上分享他的考取心得，也沿用了4季读书法这个概念。它大概的概念是读书计划分为3个月、1个月、1周到天的这个概念。那么以下呢，我就要来跟你分享关于我的4季读书法。我的4季读书法是这样的，我主张3天呢就把你的所有考科做一次循环，高考3天，普考2天，你直接用你准考证上面的考试的顺序就可以排出你所有考科的一个读书计划了。比如说第1天考1、2、3科，第2天考4、5、6科，那你的读书计划就是我第1天读1、2、3科，第2天读4、5、6科，高考以此类推。那么如果以3天来考高考3等考试来看的话，你3天做一次循环，你是不是1个月就有10次的循环？那么3个月就有30次的循环。我们来假设每一科你每一天花2到3个小时来读，3个月呢你就读了60到90个小时，其实还是挺可观的吧？那我们再进一步的再去把这个读书方法再进一步的阐释。那会来到什么呢？就是加上季节的概念。其实你就把它想成3个月为一个季嘛，你不用去管春夏秋冬。况且现在的季节气候1年4季随时可能会突然很冷，随时突然很热，已经完全说不准了。所以不能再用季节的概念去看，而是应该把时间的切点呢，把它切割出来。我就分别列出了4季的一个概念，也就是4个3个月的概念。第1季叫做理解期，这个就是你在刚开始接触国家考试的时候，以1年为一个单位来讲，你的第1季就是一个理解期，前3个月就是在大量的学习每个科目的一个概念、基础的知识，这时候可能课才上到总论这个部分而已。再来到第2个巩固期的时候，你就是要加强你的理解的深度，不管你要做预习、复习或者是进一步更深的去理解它们。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你还在学习当中的时候，考生就会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第1个考试来了。可是这时候你会发现，我什么都还没有准备好没有读好然后还是要去参加这个考试，感觉心惶惶。但是不要怕，这个就是一个考验你阶段性成果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就在阶段性的验证成果的时候侥幸上榜了，这种事情是很常见的。你每一次都要当做你最后一次的挑战，绝对不能把它当成是练笔的心态。考完地方特考或者考完高普考之后，进入到了你这个第3季的一个准备期。这个时候你考完，你也不要去管成绩，因为成绩还要2个月后才会知道。这时候你继续做准备，这时候你的第3季的准备的范围就是你的一个大量输出期的时刻。这时候你要大量的做考古题，不断的输出，并且去补充你每一个不懂的概念。这个大量的输出呢，才可以让你反刍前2季你所学的东西到底吸收了多少，到底能够输出的有多少。在这个输出的过程中，你才重新认识你自己所学习到的所有的东西，不足之处呢，立刻去补足它。最后的3个月，也就是补充期，也就是现在正在准备今年高普考的这些考生进入到了最后这个补充期。这个时候大部分的人在做什么呢？还是会保持稳定的一定的输出的量，但是会减少很多。他更多的在输出的是可能是在做笔记的重点汇整、资料的收集，以及呢去补足他还不够熟悉的各个区块，建立体系架构等等。这就像一个拼图，我们刚开始在学的时候，我们在找4个角，我们在拼。随着我们越来越熟悉之后，我们到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是在找剩余的这些空缺。但是考试很特别的是，当你补齐了这些空缺的时候，又有一些其他的地方斑驳掉了下来，这就是你的记忆有些地方又松落了，你这时候又要再去补齐它。不断的补砖贴瓦的过程中，就慢慢把你的知识体系架构越建越深，刻痕越建越深，一直到你考试的那一天。
那么以上就是我分享的4季读书方法，这个就是一个读书计划的一个概念，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对于这个读书法有任何的想法跟反馈，欢迎你留言。谢谢你收看，我们下期见。